我是万氏公司的大小姐万熙，对一切事物都精明得很，却没有想到是我如命的老公会背叛我。万氏集团董事长万天灵，也就是我的爸爸，因为失去老婆的寂寞，带了个祸害回家，想栽赃陷害我。真没想到，就连我这样的传说中的大人物，都在身处这样的逆境时难以翻身。但也无所谓，作为爽文女主的我，必将步步为营，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与张宇航已经结婚6年了，我们因工作结识，他是我的助理，工作能力强，又对我极致的好。在他追了我长达2年后，我终于答应了他要在一起的要求。谈恋爱期间，我们每天形影不离。谈了3年后，我们成功走向婚姻的殿堂。他也曾许诺对我一辈子好。我们感情一直很好，我的家庭也很和睦。我以为会永远那么好，但是在意外的出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他原来早已背叛我。后妈是在妈妈走后的第5年来到我的家中，爸爸牵着一个女人的手走进我的房间，小希，以后她就是你的第2个妈妈了，快和你妈妈问好。后妈江雪笑意吟吟地看着我，明明是动人的微笑，我却觉得恶心。我没有回答，直接推开门往外面冲。我又跑到了经常去的奶茶店坐着，感觉到脸上一股湿热，才发现原来哭了。让我看看又是哪个小傻瓜在哭啊？奶茶店的老板娘，也是我的闺蜜南希，拿出纸巾递到我面前。南希放下奶茶店的工作，带我去 KTV 放松心情。我们边唱边拿起酒杯畅饮。酒量不佳的我不一会儿就醉了，直接趴在南希身上。夜色不早了，南希打电话给我的老公张宇航，嘱咐他接我回家。张宇航一个劲地答应得好好的，可是我们等了1个又1个小时，也未曾见到他的身影。他始终没有来。那个晚上，我住在了南希家。第2天拨打电话，打算质问他，对方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我不死心，又继续打了几个，还是对方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对方暂时，我瞬间慌了。结婚5年，他从来没有不接过我的电话。我怀疑他出事了，于是我开车去我出资给他办的公司寻找。他安然无恙地坐在办公桌上。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我没听到，在忙工作呢。那昨晚怎么没来接我？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。看着他紧皱的眉头，我第一次对他生出了怀疑。我的手机响了，是爸爸打来的电话，他想让我回去，给我好好讲清楚。我犹豫了很久，还是将车开往了家的方向。我推开熟悉的家门，一抬头，又是那个令人作呕的笑容。小希呀，我知道你还是接受不了，但是阿姨人也很好，你可以试着和她相处看看。小希，阿姨会好好照顾你的，我会努力尝试着让你接受我。夫妻俩一唱一和，我本又想拒绝，看到爸爸急得湿润的眼眶，我只好点点头答应。至此，我与后妈表面上相处得和和睦睦，她会每天准备可口的饭菜，扬言说自己做的健康又好吃。她还会把我和爸爸的物品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爸爸很是满意，经常夸奖她，我也感谢她的行为。张宇航已经有1周没有回家了，我每次打电话过去，他都说公司太忙回不来了。我不信，想起上次对他的怀疑，我直接飞奔到他公司办公室里。你怎么来了？张宇航惊得立马站起来，我默不作声，拉起他的助理就跑，只留下他愣在原地。他的助理李鹏几乎都待在他身边，
自然什么都知道。这个月9号那天，张宇航在干什么？这助理有点不敢说，结结巴巴的。有事情最好给我交代清楚，这样还可以在公司待着，给你升职加薪。要是有隐瞒的话，你就不用在这里待了。经过我的这一番吓唬，助理李鹏已经有点动摇了。到时候要是你们闹掰了，我也保证不让他找你麻烦。李鹏听完我的这番话，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张宇航在没有接我的那天晚上，和一个女的在酒店，并在此之前已经不止一次和那个女生搞暧昧。那个女生张宇航之前追了很久，没有到手。终于在那天晚上，那个女生同意和张宇航在一起，所以她没有来接我。真可笑啊！以为对我一心一意的丈夫，竟然早就出轨了。想起曾经他说只爱我的誓言，还有对我一生一世的好，我只觉得可笑，原来都是假的。我回到了家，后妈依旧做好了饭菜给我吃。我吃到一半，爸爸回来了，说是要给我们宣布一个好消息。西西，你要有弟弟了，爸爸高兴地说。听完我激动地说不出什么，只剩下了震惊。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独生女，所有人都希望有一个男孩可以继承家产，可是一直没有生出来，包括我，也想有一个弟弟。怀孕的是后妈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内心五味杂陈。我既想要弟弟，又不想让后妈生的儿子当我的弟弟。不知为何，后妈始终不能走进我的内心。我感觉她的每一个微笑都藏着刀锋，虚伪又可笑。但因为爸爸的话，我还是表面接受他的心意，相处得和和睦睦。我准备了离婚协议书，在打电话叫张宇航回家签离婚协议书的同时，我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。曾经的我非常爱他，为他付出了很多，现在因为他的背叛，我变得不爱他了，甚至恨透了他。我的内心因为他的出轨变得冷酷无情。这次我要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这份离婚协议书签了吧，公司我会收回来。我看到他后，把离婚协议递给了他。不要啊，老婆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突然要和我离婚？我究竟做错了什么？张宇航拉住我的手，声音带着哭腔。显然，他还以为我不知道他做的那些破事。我轻蔑地笑了笑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9号那天究竟干了什么吗？真不爱我了就直说，装什么深情？老婆，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那个女人，她勾我，真的不会再有下次。她吓得跪了下来，苦苦哀求我。我觉得可笑，我摸了摸她的脸。想让我原谅你吗？想。张宇航以为我会原谅他，开心地看着我笑。然后我用看垃圾的眼神看着他，反手打了他脸2巴掌。休想！说完后完，我就立马离开，任他在原地1哭2闹3上吊。背叛过我的人，我永远也不会原谅。离完婚，张宇航每天都来纠缠我，希望和我复合，希望拿回之前给他的公司。我清楚地知道他早已不爱我了，甚至也许本来对我好，和我结婚就是贪图我们家的钱财与权势。他说的话我一句都不相信了，直接无视他的话。我照常来到公司办公，我的助理递给我一个东西，说是有人送过来的，是一个盒子，里面是一枚第二钻戒。众所周知，第二钻戒一生只能送给一个人，代表了我只爱你一个。万小姐，以后这枚钻戒就永远是你一个人的了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是张宇航在和我求婚时说的话，现在我仍然历历在目，只是我再也无法相信了。信任一旦崩塌，就再也建立不回来了。我透过窗上的玻璃，看到了在楼下焦急等待的男人，仿佛看到了在楼下耐心等待我下班的少年。他还是他，
但又不是他了。或许他曾经确实是真的爱过我，但是现在也确实不爱了。或许他现在因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了，但是一个背叛过我的人，我又怎会忍心再让他伤我一次？我还是没有心软，让助理当着他的面把第二钻戒丢进了垃圾桶。他大哭着把丢掉的钻戒捡了回来，红着眼睛不断说着话。这时，一个女生跑到他面前，拉他起来，他不肯起。助理说，这个女生就是那天晚上和他在一起的那个，名叫李瑶。只见李瑶蹲下抱住了他，两个人蹲在一起哭了起来。真是对狗男女，真可笑啊！后妈肚子越来越大，行动不便，保姆又不太信得过，就让我来做饭。当然，虽然我是大小姐，但是我还是很会做饭，平时也经常做饭给张宇航吃，真可惜，他再也吃不到了。有一天，我照常做好饭，让后妈和我一起吃。后妈让我去买平常她怀孕吃的那个药给她，我没多想就去了。回来我拿着药，却看到一滩血，还有躺在地上的后妈，她流产了。我赶紧叫了救护车，将后妈送到了医院。在医院里，里面在做手术，我候在外面。知道后妈流产的爸爸急匆匆地跑过来。这时，手术灯关闭了，医生出来了。我老婆孩子怎么样？爸爸焦急地询问。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老婆还在，但是孩子没了。爸爸皱起了眉头，想忍住的眼泪不小心掉了下来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爸爸哭，平时坚强的爸爸哭起来像个小孩子一样。医生，我老婆为什么会流产？以后还能生吗？她吃了流产药，以后的话估计是没有生育能力了。爸爸和我几乎同时震惊，一起走了进去。后妈醒了。你为什么要吃流产药？什么流产药？我根本没吃，那天只是吃了西西做的菜。后妈无辜地看着爸爸。听这意思，后妈自己流产还想怪上我了。原来之前都是装的，这才是真面目，我觉得十分可笑。爸爸恶狠狠地盯着我，给后妈准备的鸡汤也直接摔到地上，地上响起了啪啪啪的响声。经过刚刚的巨大声响，病房出现了一阵死寂。我真是看错你了，你看后妈不顺眼可以，为什么要害她，害我们的儿子？我没有，爸爸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，还狡辩。爸爸冲我大叫，还打了我一巴掌，非常用力，把我打在了地上。从小到大，爸爸都没有打过我，现在因为后妈的一面之词，就认为弟弟是我害死的。我摸了摸自己通红的脸，猖狂地笑了起来。不管我说什么，爸爸都不会相信了吧？他只关心那个只认识了几个月的后妈和那个未出生的儿子。难道相处这么多年，您都不理解我是什么人吗？我哭了出来，湿热的眼泪落在我的脸上。我站起来，快速逃离了这里。医院门口站着张宇航。你怎么来了？闹这么大，我会不知道吗？要是看我笑话的，就走吧，少来烦我。你后妈流产，真是你干的？我觉得可笑，曾经夫妻这么多年了，他还是没有懂我，幸好现在离了婚。是不是我还重要吗？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是我干的。我不想和在他废话了，绕过他就走。他突然从后面抱住我。西西，我知道错了，已经和那个女的断了联系，你回来吧，原谅我。我把他的手狠狠拉开。滚，只留下这一个字，我便快步离开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我已经不想回家，就开车往闺蜜家去。南希刚好下班回到家，看到我之后十分震惊。哟，大忙人怎么有时间来看我了？
我将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。太过分了吧？这后妈可真恶毒，居然还将责任推到你的头上。还有你爸爸怎么回事？平时对你这么好，怎么就这么冲昏了头？我点点头附和他，内心却非常伤心。南希察觉到了我的情绪，一把将我抱住。宝贝，以后你就在我这住，我这里永远欢迎你。我很感动，紧紧地抱住了南希。南希带我去了酒吧，想让我开心一点。我们喝了几杯，就开始聊天了。你说爸爸为什么会不相信我呢？他平时明明对我那么信任。我一边哭一边喝酒。可能儿子对于万家来说非常重要，以后继承公司吧。南希为了让我开心一点，特意安慰我说。我注意到眼前的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慢慢走近，我才看清是张宇航。我怕南希，示意他看过去。他搂着那个女生进来，卿卿我我，举止亲密。果然说没有联系，果然是骗我的。南希很生气，边骂边想上去打他。不急，让我来，你再到时候旁边站着看就行。我起了兴致，径直向张宇航的方向走去。老公，你居然偷偷搂着别的女人！张宇航听到声音，又抬头看到我，赶紧把身边的女人丢到一边。老婆，你终于又叫我老公了。今天这个是个意外，是这个女人，我和她说要断了联系，她还故意要来，我现在就叫她滚。真没想到，一个说一生一世只爱我的男人，居然出轨了，真不要脸呐！狗男女！我装得很委屈，很大声地说着，故意让别人听到。这会所有人围观看他的笑话，整得他颜面扫地。我知道他为了拿回公司，绝不会否认我是他的老婆。小祖宗，别闹了，要说什么我们私下说，你这样我很没面子的。他凑近我的耳朵说：“呵呵，他出轨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他的面子？要不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打你身旁那个女人的脸，我就放过你。”张宇航听完，立马走到那个女人身边，狠下心来，狠狠地打了她脸一巴掌。哎呀呀，老公，你打小三是为了证明自己只爱我一个吗？我故作惊讶地说。那个女人被打完，泪眼汪汪地看着张宇航，听完我这句话直接怒了，一把捏住张宇航的脸，狠狠的就是一巴掌。我的内心暗爽，我和南希互相对视，不由自主都笑了起来。还说只喜欢我，骗人！那个女人不屑地给了他一记白眼。我的心里从来就没有你，我只爱西西一个，别来纠缠我了。张宇航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心，故意这样说，可是他的真心从来都是廉价的。女人听后直接炸了。那你跟我做那些男女之事，说的那些甜甜蜜蜜的话，都是假的吗？女人大哭质问他，用力牵住他的手。对，都是假的，非要说出来。现在你满意了吧？张宇航松开他的手，斩钉截铁地说。我知道他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为了装给我看，好拿回他的公司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不择手段，他可真恶心。趁着那对狗男女在吵架，我和南希溜了出来，我们肆意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，感觉一阵畅快。不过张宇航还是一如我所料的打响了我的电话。喂，老婆，事情我处理好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什么？我假装听不懂。就是重新在一起，我重新拿回我的公司。南希听到后在一旁冷笑，她也知道他的目的。哦，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？凭什么呀，万希？你以为？莫等他说完，我直接把电话挂了。这种人没必要多说，我笑着对南希说。就是。我们相视一笑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却还是不打算回去，又去小吃摊吃了烧烤。
西西，你说会不会是你后妈自己吃的流产药，然后故意想嫁祸给你呀？果然是我闺蜜，真是心有灵犀。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，但是重点是没有办法证实。于是我们商量着要后妈露出马脚，叫她自己承认这件事情。可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拆穿她演戏的最好办法就是我比她更会演。我又死皮赖脸地回去继续经营爸爸留给我的公司。我仍然把公司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，公司员工分配合理。但是我和爸爸见到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过，他都铁定了是我干的，还因此打了我。相处20几年都比不上相处几个月，我确实对爸爸很失望。在我处理公司事务的时候，后妈突然来找我：“你要干什么？来看看你。”真搞笑，自己污蔑我，还要来看我，不应该装得很恨我吗？我确实很恨你，是你害了我的儿子，要不是你那天在菜里下毒，我怎么会流产？我儿子又怎么会没有？还装上了呢？既然觉得是我干的，恨透了我，又过来干什么？要不是你爸爸叫我来看看，谁想来呀？后妈大声说：“哎呀，阿姨，怎么不装了？之前不是很会装温柔贤惠的吗？面对你这种小贱人，确实不需要再装了。”阿姨果然是装的呀，怪不得之前每次看您笑，都觉得很恶心呢。后妈哑口无言，被我气得说不出话来了，生气的直接离开了我的办公室。我心里暗爽，对着她的背影比了个鬼脸。张宇航出轨的那个女人来找了我，她肚子很大，很显然是怀孕了。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冷冰冰地对她说：“我听张宇航提过你的名字，万家公司家大业大，人尽皆知，就找到这里来了。”看着女人眼圈红红的，想来是刚刚哭过。找我干什么？我怀孕了，怀的是张宇航的孩子，但是他不肯负责，还叫我打掉。但是现在孩子已经很大了，不能打了。我在找他，电话都不接，人也已经找不到了。真是个畜生啊！放心，我会帮你找到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我就原谅你了。谢谢你，谢谢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。女人感动地跪了下来，我把她拉了起来。不要用刑这么大力。我立马打了一个给她电话，秒接，女人都惊呆了。公司还要不要？要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激动的声音。那我们在我公司旁边的咖啡店见面，我带着合同来找你。不对，这次你怎么突然答应了？张宇航感觉不对。想起你对我也确实好，当然还有一些交换条件，他于是爽快地答应了。我和女人在咖啡店坐着等他，他来到后看见女人撒腿就想跑，我告诉他，要是跑了，公司就别要了，我们就坐下来谈合同。什么条件？你要是想拿回公司，必须对他孩子负责，孩子是打不掉了的。可以，我可以娶她，以后孩子也由我来抚养，公司可以交回给我了吧？可以。我说先签一半合同，娶了她再签另一半。他们完成了婚礼，但是我并没有去看。我们顺利地把另一半合同签完了。当然，我不可能就这么让他拿回公司的，我说过会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张宇航的公司接到了一个大单子，是一个非常有权威的人想要和张宇航合作，他们共同投资一个大项目。如果这次成功了，张宇航的公司将会拿到一笔巨款，这让张宇航非常心动。听说这个大项目成功率非常高，因此张宇航几乎拨出了公司的所有财产。但是在投资过程中，大项目的负责人拿到钱后卷款跑路，再无踪迹。张宇航的公司亏损严重，被迫倒闭，张宇航也欠债几百万，生存困难。
殊不知，那个大单子就是我的计划。张宇航因为贪心，果不其然中招了。张宇航想找我来解决这场危机，却被我早早安排好的保镖拦在门口，他的电话也被我拉黑了。这就是报应，有因必有果。可以想象到张宇航以后的生活有多么困难。之前都是我让他的生活太顺利了，吃穿不愁，大富大贵，都敢吃里扒外了。果然，对他这种人真不能好。爸爸叫我去办公室找他。自那以后，在所有人看来，我们的关系都非常的差。有一次，我们在家里又吵起了架，爸爸很生气地跑到后妈面前：“你说说这孩子，一点不听话，害死弟弟，还理直气壮自己没有干过这件事。你说说，不是他干的，还有谁？啊，你说。”老公消消气，我去说说这孩子。后妈走到我房间：“你现在满意了吧？”我看着走进来的后妈说：“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别装了，爸爸现在只相信你，真可笑。我怎么解释他都认为是我害了弟弟，难道不是吗？流产的事情不就是你自己自导自演的吗？本来就不想要这个孩子就打掉，为什么非要嫁祸我？对，确实是我不想要这个孩子了，我怕疼，我就是嫉妒你。我老公这么宠你，什么都给你，我就是不爽，我就要把天灵对你兜的爱转移到我的身上。”听完这些，我只剩下了震惊，他果然讨厌我。你走吧。后妈很震惊，她以为我会回怼她，但是事实却没有，但听到我的话，还是自觉地走了。我将和后妈讲的话全程录音了下来，其实这一切是我和我爸爸的计划。去到办公室的时候，我爸爸重新选择了相信我。要知道真相，我们需要演一场戏。什么戏？虚张声势，从而露出马脚。我将我的计划告诉爸爸。计划是我们要营造出父女关系不和谐，每天吵架的假象。我把录音笔递到爸爸面前，爸爸看着录音笔出了神，他也许不敢面对现实。没事的，爸爸，你要是不敢看，咱们就继续和后妈相处。我爸爸还是将录音笔拿起，颤抖的手点开了录音笔的按钮，熟悉的声音放了出来。爸爸脸上多了几丝震惊，或许是讲话的人和平时的他不一样，或许是他以为温柔贤惠的后妈也会很爱我。爸爸沉默了许久：“西西，你受苦了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应该一开始就相信你的，对不起。”爸爸心疼地看着我：“没事的，爸爸，都过去了，实在不行，你以后就对我更好一点，更相信我。”“一定会的，我的女儿当然要我来疼。”我爸爸给了后妈很多钱，叫她离开我们的家。“老公，你不要赶我走啊，这次确实是我不对，以后我会改正的，可以吗？”后妈可怜巴巴地看着爸爸，跪下来扯住爸爸的衣角。爸爸有点不忍心说，就赶紧进屋，让我来处理。后妈，别装了，爸爸都进去了。我低头看着在地上卑微祈求的后妈。听到我说的，后妈立马站了起来，盯着里面越走越远的身影，出了神，眼泪一点一点滑落。本来是奔着钱来的，没想到最后居然爱上了。后妈喃喃自语。我实在是听不得这种，赶紧把钱丢给他。赶紧走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后妈听到我的话，撅起了嘴，无语地走开了。后妈后面还会时不时来看我爸爸，但是我爸爸不敢见，我每次都会把后妈赶走，实在赶不走，我就会找各种理由证明爸爸很忙，没有时间。到了后面，后妈都会识趣地走开。生活再次步入了正轨。在和闺蜜逛街的路上，我远远地看到了张宇航，他在送外卖，汗水湿了他一身，
他好像老了许多，也许是欠债太多，负担重。亲爱，他负的不只是公司的债，还有欠我的债，那是他一辈子都还不清的东西。他老婆跑到他面前帮他擦汗，手里拿着饭盒。张宇航皱了皱眉头，但还是接下了。他们现在的生活过得很辛苦，就当是之前他过得太幸福的补偿吧。我感觉一阵轻松。后妈江雪给我们送了一封信，信上说这是最后要和我们说的话，后面会离开这个城市，去其他地方开始新的生活，还表达对我的歉意和对爸爸的喜欢。既然我们这辈子无法做一家人，那我们下辈子做行不行？这是后妈信里的最后一句话。看完后，爸爸偷偷抹了泪，确实回不去了。爸爸自言自语了起来：“小雪，我也很爱你，但是很抱歉，我们不能在一起了。你的心意我也知道了，就让我们下辈子再在一起吧。”我看着爸爸，感觉到心疼，我拍了拍爸爸的肩膀，想以这样的方式安慰他。一身漂亮的白裙子，飘逸的长发，动人的微笑，这是爸爸喜欢后妈那一天后妈的样子。只有我知道，这是爸爸第一次和妈妈见面时妈妈的样子。爸爸因为后妈像妈妈而喜欢上，最后爱上了她，就像后妈因为万家的钱和爸爸在一起，最后也爱上了。原来好不容易遇到的人，还是要说再见。我认识了一个对我非常好，和我约定终身的人，我们要结婚了。我邀请了张宇航来，我想让他看看我幸福的样子，我想让他知道，没有他，我一样过得很好。但是我也不只是因为这个结婚，而是我确实很幸福。婚礼进行得很顺利，张宇航带着他老婆来，在婚礼过程中哭了。而让我意想不到的是，没邀请的后妈也来了，她静静地看着我的婚礼，一直到结束。祝你幸福。这是后妈在我婚礼结束的时候和我说的，也又是那个恶心的微笑。谢谢啊，我本来就幸福，倒是您，阿姨，过得不太好吧？江雪被我弄得无话可说，气得直接走了，因为走得太快，还摔了一跤。哎呀呀，阿姨没事吧？您老了，走路可得当心点哦。江雪连忙起来，给了我一记白眼，便匆匆走开了。我故作关心，内心爽极了，小样，还敢跟我斗？我刚准备走回房间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了我。嘻嘻，我回头一看，是张宇航，泪水打湿了一脸。我看了看，觉得可笑。想干嘛？别走，想最后多看看你。公司倒闭了，但是我还是爱你的，能再给我点资金，让我东山再起吗？他紧紧抓住我的手，好像这样就能把钱留住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到最后还是想要我的钱，恶心极了。真可笑，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同情心泛滥，帮他还债了吗？绝不可能。我把他手松开，老公王凯见状，打了他几拳。最好识趣点，离西西远远的，不然下次就不是打几拳那么简单了。王凯安排保镖把他丢出去，并警告再也不能来。爸爸年老退休，我作为第一继承人，拿到了公司的巨大家产，经营着数百家大公司，成为了万氏集团的总裁。而老公工作能力极强，人脉广，万氏集团吸引了一大批投资者。万氏集团越做越大，成为国内乃至国外数一数二的集团。我也事业爱情双收，事业经营得好，爱情也越来越甜蜜，所有人都羡慕我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今天的胜利局面是我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才得来的，我更要好好珍惜。后来呀，听说后妈最后把爸爸给她的钱都花完，就回到自己的老家种菜了，每天累死累活的，还拿不到一点钱，真的内心暗爽。
那张宇航呢？人品就那样，是不是过得不好？老公王凯抱着我好奇询问。那确实嘛，确实他过得不好，老婆和他离婚了，儿子也不跟他，孤家寡人慢慢还债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